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珊珊的会客室。那上一期的会客室呢播出之后，珊珊收到了很多屏幕前的朋友们的鼓励还有支持，然后也被催更所以呢今天就再继续来说说珊珊后面的一些很心酸的一些故事那个疫情这个3年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的确是非常的出乎大家的意料，所以呢其实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说这个疫情会持续那么久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那所以疫情之后变成可能有部分时间是必须要待在家里，就不能去公司上班了。那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那我们在广州是真的有经历了那种很焦虑，因为当时没有疫苗，也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非常的焦虑，然后非常的不知所措包括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像出现那种有一个病例，那可能会把整个小区或者是怎么样就封起来了，就说你不能够外出，然后就是连采购一些食品都会很困难。那珊珊一个人在家里是不是特别恐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抢一些食品回来我家里也没有太多的库存，所以每天就是除了工作就会为这些事情非常的焦虑。那 Mr. F 又没有在身边，是不是他帮不了我，然后就每天他可能会接收到我有非常非常多这种负面的情绪还有负面的信息其实我相信他也会有焦虑是吧，但是他没有在我的面前去表现这些出来。那当我很焦虑的时候，我是会向他一直吐苦水那种比如说会有一些抱怨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有一个这么远的一段远距离的感情这个你看现在疫情，别人呢家里有个男生可以出去抢菜抢食物我呢我没有人帮我真的，然后也没有药对吧，没有药也可能面临就是我能不能抢到食物回来吃所以各种因素啦就非常的焦虑。那我就开始会有那种摇摆，就是摇摆的情绪，说我还要不要继续。那是什么原因又让我很坚定的坚持下来呢？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我觉得我的父亲在2018年的时候离开我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对我来说就是那种他走了山都倒下去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男人他离开我了那未来就是你会觉得心里很空那种，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父亲走的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没有看到我有自己的一个家是吧，那他很希望是看到我有自己的一个家，会很幸福会很开心我当时也跟他说了，就是说我觉得家固然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在我没有别的更多选择之前我觉得那只要我过得很快乐很开心就好了是吧，那没有疫情之前也没问题对吧，我有工作，我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就觉得也不错但是疫情来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有家跟没有家的那个差别在我父亲临走的时候，我就跟我的父亲讲，我说无论我未来会遇到谁我说我的首要的那个评判标准就是我要开心快乐的活着。那我父亲很赞同我的这个
观点哈。那最后他也觉得说，好，只要你很开心，你很快乐，那无论你今天是一个人过，还是你要有一个家，那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那在这个疫情期间，这种特别魔幻，就是特别的没法用正常的这种思维和方式去看任何事情的这个时候，我也经历到了一些，就是我身边的，比如说亲人呐，在疫情期间也有就是离开我们的。那看到很多这些，怎么讲？当时会觉得心里真的是很难过，而且呢是，就是你会整个人很焦虑，就每天处在很焦虑的状态之中。那我跟 Mr. F 讲的时候，他总是会安慰我，然后我总是会抱怨说，为什么你要离我这么远啊？为什么你不能来？虽然你知道这个不是他的原因，不是他不愿意来哈，但是你在很焦虑的时候，你还是会说出一些很负面的话。那他总是安慰我说，时间可能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如果没有这些这么长这个疫情，这个经历过各种很魔幻事情的这个考验，那也未必能够检验出我们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牢固，是吧？我当时会有点不太认同他的这个观点哈，因为我总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就是要整天在一起呀，就是要那个什么呀，是不能这样子分开又见不到，然后造成大家很焦虑啊这种哈。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个事情，可能是让我就是更加坚定，我觉得我们要继续在一起啊。那是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我有做一个体检，然后呢医生告诉我就是我的身体有一些问题，然后呢就说这个问题必须马上去处理去解决。这个问题会涉及到就是要做手术，然后就是这个很突如其来，你知道吗？那每天很健康的一个人啊，突然说你有某种问题，你要去做手术，对我来说这个是人生的一个大坎哈。我当时真的情绪是非常非常低落，而且正好是在疫情期间，但是我还是就是接受了这个医生的建议，说要去这个手术。那在手术的这个躺在那个医院哈，最贵的那个全世界最贵的床上的时候，其实那些天就是自己也想明白了很多的事情，我相信是整个改变了我很多的人生观哈。我当时因为这个事情，我是跟 Mr. F 提出来，我说我们就分手吧。就是我觉得很难有人会去，我们才是在一个就是交朋友的阶段，然后他会去接受你有病，你有这种问题哈。我觉得是很难接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也觉得，那我不要去拖累人家了，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对吧？我也是出于这个考量，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分手吧。那一开始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分手，所以他一定要我说出这个原因，说为什么要跟他分手所以后来我就告诉他了我觉得如果他会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就被吓到，然后就放弃了，那证明我们这段感情就是可以画个句号了，对吧？就这个人他可能只是没有那种想要真的跟你能够一辈子去同甘共苦的这种
想法在里面。所以后来我跟他说了之后，他没有嫌弃，然后也没有放弃，然后他很坚定的跟我讲他会一直，就是他不能够亲自陪在我身边，但是他会一直陪伴着我，就是哪怕我什么时候有需要他会尽他最快的速度来回复我，就是我有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尽最快的速度来回复我。所以我就去做了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可以说是一个中等的，就不算太小的一个手术。那手术完之后有经历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几个月的这个康复在康复的过程也是就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是比手术更要难受，因为它时间很长嘛。所以在这个阶段，就是情绪是非常的不稳定，非常的摇摆可能就是随时都会那种就觉得自己很崩溃，又因为疫情嘛。那你想在手术期间，我的家里人都不能去医院，只能有就是做手术前我自己进去，我自己给我自己签了字签了做手术的同意书，我自己把我自己送上手术台，就是没有家里人陪在身边，因为那个时候医院根本是不让你进去。那做完手术之后家里人才可以进去看我，但也只是就是很短的时间。所以等于说这一个过程，整个这种不论是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的这种痛苦，都是我自己在承担。就是我除了跟 Mr. F 讲也没有可以跟谁去说所以整个这个状态是非常的差那Mr. F 呢是包括在医院到我康复的这一段时间，就是真的是一直就是鼓励我，然后我随时需要他的时候他会随时的给我回应，然后给我很多力量吧。我觉得真的是那个时候自己会觉得就是很无力感。你看你躺在医院，那个连动都不能动，连大小便都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种就是很绝望，有点叫绝望的那种心情反正就是情绪特别的低落。那他一直就是都在鼓励我每天有时候会讲一些幽默一点的话呀，或者是怎么样来让我心情好一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就是很难得你能遇到这么一个人因为大家都年纪不小了嘛，是吧？你如果选择放弃，我觉得也没话可说，我也可以理解。我当时也是这么跟他讲的但是就是后来他就说他不会放弃所以我后来经过几个月之后，我就跟他说，只要你不嫌弃，那我一定也不放弃我们就这么走下去我相信就是疫情呢，它总会有结束的一天，对不对？它不可能一直那个疫情都不结束嘛，总会有结束的一天。那让这个时间来沉淀我们的感情，就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对彼此的各方面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入，也更加的知道，就是说彼此心里想要的是什么。其实我在医院里躺的那么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明白了很多东西，就说人这辈子可能真的要有一个事情或者一个时间点让你去反思你整个的人生，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在乎的是什么。那可能平常的话你都没什么事儿，然后你也每天忙于工作忙于各种，也不会去想太多但是当你真的
在那种很无助的情况之下，那我就觉得，人生你说除了生死，还有什么是大事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段感情，我既然都可以跨越生死，这段感情，那我就不相信我不能把它经营好。我觉得一定，你只要用心去经营，它一定会好，对吧？所以屏幕前的你们记住这一句话啊，如果你们也正在被一些东西困扰的话，不妨安静下来，让自己慢慢的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自己希望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啊。好，那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期呢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经历了我生病的这段时间，然后到 Mr. F 真的打算要回去大陆，我们要去结婚的这一段经历，也是一个在疫情之下的怎么讲，大考验，也是一个大考验哈。那下期见，拜拜。